山东神童2天念完小学，10岁参加高考，读了1年大学，嫌太简单，溜回家。山东有这么个小男孩，其他孩子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，人家2天就念完小学。10岁那年，别人高考都紧张的要命，他倒好，直接杀进考场，还考了566分。这还没完，上了大学后，读了1年，拍拍屁股就走人，理由竟然是太简单了。这说的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神童苏刘义。而如今过去多年，离开聚光灯的他，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少年天才的诞生。2000年，苏刘义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谁也没想到这个孩子未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神童。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，苏刘义就像开了挂，别人家孩子还在牙牙学语，他几个月大就能把话说得清清楚楚，把大人们听得一愣一愣的。1岁半正是满地乱跑的年纪，苏刘义倒好，已经开始拿着识字卡片，指着上面的字念念有词了。3岁同龄孩子还在玩泥巴，他已经可以捧着故事书，津津有味的看起来了。苏刘义的父母一开始也吓了一跳，想着这孩子不会是个天才吧？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天赋，他们决定直接跳过幼儿园，在家自学。可别以为在家学习就轻松了，苏爸爸苏妈妈尽心尽力，把小学课本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没想到苏刘义还真不负众望，小学课程2天就学完了，随后直接跳级去初中。这在当时可是爆炸性新闻，但苏刘义还真就做到了。在初中，苏刘义依旧是神童一样的存在。学习对他来说，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他对计算机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那时候正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年代，电脑还是个稀罕物，苏刘义却像着了迷，整天捣鼓着电脑。更夸张的是，他居然自学了 C 语言、Java 这些大学计算机专业才学的编程语言。学校的电脑出了问题，老师都得请他来修。苏刘义就这样一路跳级，8岁就上了高中，神童的名声自然也传遍了大街小巷。那个时候走到哪都是赞叹和夸奖，苏刘义的生活仿佛也被套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光环。大学生活的挑战。2010年的高考季，当大多数同龄孩子还在为中考奋力拼搏的时候，10岁的苏刘义已经带着566分的高考成绩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。神童参加高考，还考出了这样的好成绩。这消息一出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苏刘义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。一时间，全国的高校都向他抛出橄榄枝，抢着要这百年难遇的天才少年。最终在一番慎重的考虑后，苏刘义选择了南方科技大学。这所当时新成立的大学也把这位明星学生看作宝贝疙瘩，给予了特殊的照顾。学校不仅为苏刘义安排了设施齐全的单人宿舍，还每月发放1万元的生活补助，生怕他在生活上受委屈。学校领导和教授们更是对他关怀备至，嘘寒问暖，鼓励他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。刚开始，苏刘义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新鲜感，没有高中时繁重的课业压力，也不用整天埋头苦读，还能和教授们面对面的探讨学术问题，这日子简直是神仙过的。他快乐地吸收着各种新知识，也享受着这份难得的自由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，苏刘义渐渐感觉到了格格不入。首先是和同学相处的问题，虽然同学们对这位年龄只有自己一半的小神童都充满了好奇，也很友好，但毕竟年龄和阅历差距太大，共同语言少得可怜。人家课后谈论的是游戏、恋爱，是各种社团活动，而苏刘义对这些毫无兴趣，也插不上话。每次聚会，他都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，只能坐在角落，默默地听着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更让他头疼的是课堂学习，大学课堂动辄就是1-2个小时，内容对他来说太简单了。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，长时间保持专注，实在是一种煎熬。苏刘义经常在课堂上坐立不安，注意力不集中，有时候甚至会偷偷玩起手机，这自然引起老师们的注意，也招来一些同学的非议。
他也想像其他同学那样认真听课，积极思考，可是他实在坐不住，也融入不了这种学习氛围。而且他毕竟年纪太小，待久了就不可避免的要想家。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就是，苏留意觉得学习的东西太简单了，自己实在学不下去，所以最后内心挣扎了许久，苏留意最终还是和父母深谈一次，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和想法。最终在父母的支持下，入学1年后，苏留意暂时离开了学校，回了家。曾经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神童苏留意，似乎就这样在众人的惋惜声中离开了象牙塔，回到了那个让他感到熟悉和安全的小家。3. 回归平静，追寻自我。离开大学回到家乡后，苏留意终于摆脱了媒体的追逐和人们过高的期望，过上平静的生活。卸下神童光环的他，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在。但是就在大家以为他是另一个伤仲永的时候，其实人家已经在家里继续学习。其实从学校回到家里之后，他没有放弃学业，只不过从喧闹的校园转移到了安静的家中，更方便他好好学习。没有老师的督促，没有固定的课表，一切学习计划都由苏留意自己安排。多年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和强大的自学能力，让他能够在家中也能保持学习的效率。当然，苏妈妈的陪伴和支持也给了他莫大的动力。就这样，苏留意在家潜心学习了几年，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顺利通过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所有课程考试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本科毕业证书。这份毕业证书对他而言，更多的是对自己多年来努力的一种肯定，而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什么。毕业后，苏留意没有选择继续读研深造，而是遵从内心的想法，成为一名普通的程序员。虽然这份工作在外人看来并不起眼，但让他可以每天与自己热爱的代码打交道，在解决各种技术难题的过程中，体会到工作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。褪去神童光环的苏留意逐渐明白，人生的成功并非只有跳级上名校这一条路，脚踏实地，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努力奋斗，同样也能收获精彩的人生。曾经那个被神童光环笼罩的少年，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、热爱生活的年轻人。他不再刻意追求与众不同，而是学会了享受平凡生活中的小幸福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。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，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，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，坚定的走下去，最终就能抵达幸福的终点。苏留意现在就正走在属于他的幸福道路上。4. 天才教育的反思。苏留意的故事其实也反映出很多家长对待天才儿童时容易犯的错误。谁都知道神童、天才这些词儿好听，可谁又能体会到这些孩子背后的压力呢？被贴上这些标签，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，周围都是期待的目光，他们害怕让别人失望，害怕变成伤仲永，只能拼命学习、跳级、参加各种比赛，可这样的童年也是不会快乐的。虽然有些孩子确实大有天赋，但是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、合适的方式，这样才不会让天赋埋没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天才教育不是把孩子训练成学习机器，更不能揠苗助长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有的孩子开窍早，学东西像玩一样，有的孩子需要慢慢来，厚积薄发。我们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所有的孩子，更不能只盯着成绩，而忽略了孩子的身心健康。对于那些确实有天赋的孩子，我们更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包容。别把他们捧得太高，也别让他们背负太多压力。社会、学校、家长都应该努力为他们营造一个宽松自由、充满爱的环境，让他们像普通孩子一样健康快乐的长大，让他们在玩耍中学习，在探索中成长，最终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天才教育。结语：顶着神童光环的苏留意，人生像开了加速器一样，别人花10几年完成的事情，他只需要几年就完成了。光鲜背后也有咱们看不到的压力和辛酸，小小年纪就活在聚光灯下，换谁都得迷茫一阵子。
好在苏刘义活得很通透，最终还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，卸下神童光环，做回一个普通人，踏踏实实工作，享受生活。所以说，天才也好，普通人也罢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在人生这场马拉松里，只要好好跑，慢慢跑，总能跑到属于自己的终点。